1996年，印度新德里首次参与申奥，希望承办第26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结果以0票被淘汰。2004年，印度卷土重来，目标直指2008年的28届奥运会，结果败给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相差不大的中国。2007年，印度又打起了2016年第31届奥运会的主意，但最终被认为申请文件过于简单幼稚，再度淘汰出局。接连3次申奥被拒，让印度人丢尽了自诩世界大国的脸面。那么，印度明明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全球第5的经济，为何还会一次次被奥委会拒绝？其实对印度稍有了解就不难推测，基础设施建设不达标是印度申奥失败的重要原因。自印度独立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稳步提升，但伴随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贪腐严重、社会动荡、城市化总体水平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对当下申奥影响最严重的，莫过于社会基建发展严重落后。2012年7月30号，正值炎炎夏日的印度突然发生全球最大规模的停电事件。印度全境一般地区的电力供应被切断，包括新德里、加尔各答在内的一众大城市全部陷入黑暗中，受影响人口多达6亿多。印度再度创下了一项不可思议的世界纪录。而此次大规模停电事件所凸显的，正是印度极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难题。21世纪第2个10年，印度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 8% 以上，但铁路、公路、电力等基建建设却在严重拖累经济发展的后腿。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1年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印度基建总体情况全球排名第91位，其中公路设施排名91位，港口设施83位，航空交通71位，便利设施110位，只有铁路建设表现不错，排名23位。然而，印度铁路建设大多是上世纪英殖民时期遗留下的产物。印度铁路里程大约6万公里，每天有超过9000多列客车运行，日客运量1800多万人，工作人员200万人。由于铁路部门人浮于事，办事拖拉，近几十年来，印度铁路系统发展举步维艰，机构臃肿，导致铁路实际建设鲜有实质性进展。目前，印度铁路总里程已经来到12万公里以上，但绝大部分路段面临车辆老旧、信号系统缺乏升级、道路维护不到位等情况，导致印度铁路在日益增加的运力需求面前不堪重负，事故频发。有人戏称印度铁路一定会把你送达目的地，但什么时间就不一定了。更可怕的是，那些还没把人送到终点就发生事故的班次。2010至2021年间，印度每年仍有约2万人在列车碰撞、脱轨中丧生，妥妥的死亡列车。2024年6月17号，印度东部甚至发生了一起火车相撞事故。高速行驶中的列车在巨大的冲击下直接被顶向空中，接着脱轨而出，而这已经是2024年以来印度发生的第11次严重火车事故。这种水平的交通能力，哪个国家敢把自己的运动员送到印度，登上列车去比赛？甚至就在前几天，印度东北部再度发生列车脱轨事件。全球奥运举世欢腾期间，印度却发生如此触目惊心的惨况，这让国际奥委会怎么敢将举办奥运会的资格交给印度？更可怕的是，这还仅仅是印度基建极其落后的冰山一角。2010年夏天，新德里举办了第19届英联邦运动会。这场为期10天的体育盛会上，吸引了71个国家，共计6000多名运动员和国家代表参加。身为东道主的印度取得了该赛事的最好成绩，在奖牌榜上高居第2位。然而，本该借此机会打出城市名号的新德里，赛后却成为全世界非议的对象。因为综合来看，这并不能被视作是一场成功的运动会。首先，赛前印度政府为迎合赛事需求，在新德里斥巨资大兴土木。从2003年11月开始，7年时间里，印度并未有效地为运动会规划最合适的基建设施。各级政府在财政审批上的拖延和贪污，导致许多项目无疾而终。再加上制度漏洞和极度不规范的合同管理，体育基建成本剧增。最初，印度政府只打算投资 2.36 亿美元，但到了2010年10月，英联邦运动会的财政消耗已经来到36亿美元。要知道，2002年曼彻斯特英联邦运动会斥资不过 4.2 亿美元，2006年墨尔本也只是花费了11亿美元。高额的支出为新德里规划出了9条快速车道、60座新的立交桥、几千公里的铁路、130多个值机柜台、55个登机桥、30多个停机位。然而，由于项目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协调，导致运动村的建设严重违反了新德里城市发展的生态原则，破坏了亚穆纳河脆弱的生态。同时，筹办运动会的高昂成本被广大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印度群众指责，认为政府践踏了普通民众的人权和生存权。运动会期间，新德里屡屡传来工人工资被剥削、政府官员贪腐落马的丑闻。最可笑的是，即便投入了这么多，新德里体育基建也远远没有达到英联邦运动会的标准。主体育场外天桥坍塌，运动村肮脏不堪，爆发于大街小巷的伤寒与登革热，
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从举办开始就一路麻烦不断，最受各国诟病的无疑是当地的卫生状况。最新到达的加拿大先遣队发现，运动员村随处可见残破的瓦砾、人类和牲畜的粪便，运动员宿舍马桶没有冲洗，地板上随处可见尿液和污水，水槽被污泥堵塞，白色床单上留着不知名动物的爪印，以至于加拿大先遣队无奈表示，只有我们对运动村的安全与卫生有足够的信心，才会让队员们飞抵新德里。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更是直接表达了对印度安全状况的担忧，并暗示运动员可自行选择退赛回家。新西兰奥委会也表态称，对运动村的建设十分失望，这不是在讨论舒适与奢侈，而是连最基本的卫生问题都没有达标。英联邦运动会负责人也发声批评，印度应该承担筹备不力的责任。完工期一再更改，他们总有理由和借口影响项目建设，这与我们当初对印度的期待不符。而在后续的赛程中，出现了大批运动员退赛、推迟来英的情况，就连英女王伊丽莎白都破天荒地缺席了新德里的开幕式。连一场英联邦运动会都搞不定，奥委会又怎会放心将奥运会的筹备交给印度？除基建不达标之外，印度自身体育实力不足是奥委会屡屡将其拒之门外的另一原因。印度人口规模世界第一，但却是出了名的体育弱国。从1980年开始，印度历届奥运会获得奖牌数量从未突破过7块，甚至在1984至1992年间，印度连续3届奥运会空手而归，一次登上领奖台的机会也没有。截至2020东京奥运会，印度共计获得奥运奖牌也不过17块，还不如游泳健将菲尔普斯一个人拿的金牌多。奥运会奖牌榜上，印度常年位居50名开外。截至目前，印度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也仅仅斩获了3枚铜牌。提及印度，世人想不到任何一个优势项目，更想不到任何一位享誉世界的运动员。导致印度体育事业严重落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建设落后。2012年前后，印度 GDP 不过 1.8万亿，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儿童和青少年营养不良问题严重，很多地方甚至连饮用水问题都没解决。目前，印度 GDP 总量已经来到全球第5，但人均 GDP 却仅仅排在全球149位，仍有 1.8亿左右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 2.15美元。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体育活力往往建立在经济基础与良好的生活条件之上。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并且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准之后，对体育发展的需求会变得愈发明显。而目前的印度显然更关心的还是温饱与基本生活问题。再者，印度各邦大多数时间处于分散状态，该国的社会凝聚力明显不足，民众普遍不关心外界事务，这点从印度的媒体行业就能窥见一二。印度各邦报纸刊登的大多是身边发生的事，对国家大事或国际新闻不是很关心。印度派往海外的记者也很少，数量大概是中国驻外记者的1/20。对国际文化与事务的漠不关心，导致印度体育难以参与到国际圈层中，也就很难获得长足进步。另外，印度炎热的气候、政府对体育事业的吝啬投入、印度文化中对外在需求的漠视，也都促成了印度体育事业难有发展的现状。而在本国都不重视体育事业的情况下，国际奥委会又凭何将操办奥运会的资格交给印度？2023年10月中旬，第141届国际奥委会在孟买召开。莫迪在会上表示，印度将全力争取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但从现实来看，印度距离拥有承办奥运会的资格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与其痴迷于申奥，不如切实做点发展体育、加强基建的规划。否则，印度政府等来的永远只能是奥委会的拒绝。明明握着一手好牌，为什么印度就是斗不过中国呢？近些年来，伴随着印度人口的持续增长，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同样拥有着如此庞大的人口红利，咋中国就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印度却宛如一潭死水，长期停滞不前呢？要知道，如果客观来看，两国在近现代几乎同时起步，印度当时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就算追赶不上美国、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怎么也不该被白手起家的中国超越吧？不是，现实就是这样发生了。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从困扰着印度的一块死结身上开始讲起。印度是不幸的，因为在长达数百年的殖民主义扩张历史进程中，印度曾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另外一方面，印度又是幸运的，因为在诸多饱受殖民主义侵害的国家当中，印度是为数不多没有经历过流血就成功走向独立的。而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背景，在印度刚刚独立的时候，绝对能够算得上握着一手好牌。一个印度人自诩的大英帝国海外长子称号，就足以说明一切。英国人对建设印度有多么上心，对此我们可以从印度的铁路建设中窥探一二。
常言道，想要富先修路，在印度殖民者眼中，修路是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1900年，印度就已经建成了主要的铁路体系。一战前夕，印度铁路总长度已经超过了56000公里。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印度铁路更是一度达到了7万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根据中国交通部的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抢修过8278公里铁路。但就算这样，在1949年年底的时候，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也只有2.2万公里。虽然铁路的长度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强弱，但是对于一个急需发展的国家来说，铁路毫无疑问将是带动经济前行的发动机。例如，马克思就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明确表示，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由此可见，在英国殖民者的手下，印度在铁路建设这一关键工业任务上，已经相对于同时代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优势。而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遗产远不止一项铁路这么简单，这些种种汇聚在一起形成的结果，便是印度与中国在近现代同时起步出发。可中国却要落后于印度好几个身位。俗话说得好，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既然印度在起步阶段占尽了先机，那么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印度又是否还保持着对中国的领先呢？答案显而易见，面对印度，中国早已弯道超车。还是以铁路建设为例，根据公开数据，在2023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已经达到了15.9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4.5万公里。与之相对的，印度如今的铁路总长度为12.6万公里。乍一看，两者之间的差距似乎并不是很大。但是要知道，印度这12.6万公里的铁路有超过一大半都建设于独立之前，也就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相关设施年久失修，早已不堪重负。据印度国家犯罪局在202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仅仅在2017年到2021年短短5年的时间里，虽然这其中不乏有一些购买挂票的作死乘客存在啊，但对于本就应该以安全著称的铁路运输而言，如此高的伤亡率绝对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列车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今印度铁路存在这么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什么印度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呢？其实这一切并不是印度政府不想改变，而是压根儿改变不了。例如2015年，印度就出台了雄心勃勃的首条高速铁路计划，并与当时拥有先进高铁技术的日本达成了约合140亿美元的协议。但是直到2021年11月，也就是计划出台的7年之后，这一项目才正式开工。等到2022年6月，有日本媒体跟踪报道的时候，更是惊讶地发现，整个项目居然才推进了不到10公里。进展如此缓慢，是因为日本偷懒故意磨洋工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尽管日本的风评不佳，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对外承包铁路建设这件事情上，在中国制造走向海外之前，日本是得到过许多国家首肯的，因此绝对不会在印度身上翻车。所以问题只可能出现在印度身上，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工程之所以如此缓慢，原因就是很简单的2点：一来没地，二来没钱。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为例，据印度媒体爆料，在2021年9月即铁路建设正式动工之前，印度政府在该邦的计划征地仅只完成了30%。为什么？说白了，就是这些土地并不归印度政府所有，而是掌握在少数的地主手中。他们待价而沽，只要没有得到满意的价格，印度政府根本不可能从他们那里拿走1分1毫的土地。于是最终便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局面。当然你可以说，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还是印度政府没钱，如果价格真的够高，难道还会这样举步维艰吗？的确，道理是这个道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难道那些不讲道理的漫天要价，政府也得全盘接受吗？很显然，放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不可能的。可唯独印度是一个例外，如果地主们漫天要价，政府还真的只能接受。因为与印度政府相比，这些地主不仅更加有钱，而且在某些方面来说还更加有权。常言道，窥一夜而知深秋，一个征地这样的小事就让印度政府如此为难，那么其他地方的困难显然就要更多了。而这便是扯住印度发展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没错，在英国殖民者的帮扶下，印度在独立之初拿到了一手好牌。由于没有经历过任何武力冲突，印度在2战结束之后成为了亚洲少有的未受战争影响的工业国家，几乎可以称之为亚洲之光。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流过血，使得印度虽然实现了独立，但却并没有与旧传统实现深刻的切割。所以虽然如今的印度表面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可实际上却与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印度没有丝毫差别。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人被英国殖民者与印度本土的权贵阶级一起统治。后来印度走向独立，英国殖民者离开了，但是那些印度的权贵阶级却并未被消灭，反而因为没有英国殖民者的牵制，政商两界直接明目张胆地勾连在了一起，
最终形成了一张无形大网，将所有的印度普通人民牢牢困住。对于权贵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印度普通人民生活的如何，甚至也不关心国家的未来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他们所紧盯着的永远只有自己眼前的利益。一个强大繁荣的印度远没有一个装潢的富丽堂皇的黄金屋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因此，当国家需要土地的时候，他们待价而沽；当有人抗议种姓制度的时候，他们坚决反对；当有人想要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他们联合在一起进行镇压。也无怪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生前会肯定地说道：印度很难成为大国，没有经历血与火的洗礼，烂泥变不成精美的瓷器。还是以土地征收为例，2015年，莫迪政府就曾宣布要对征地方案做出改革，因为按照原本印度的土地征收制度，征收私人土地需要8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征收公司共有土地需要70%土地所有者同意，并且这些都需要建立在高于市场价格的基础之上。于是，莫迪提出希望在进行国防、工业、基础设施等5类项目建设的时候，可以省略社会影响评估、对粮食安全的影响、70%或8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等步骤，只需进行市价补偿。然而，最终该方案遭到了地主们的激烈反对，莫迪政府只能宣布该方案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实行与否。但是，自行决定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规划了数年的铁路，直到第7个年头才修建了10公里。这样一个国家，试问怎么能够有向前进的动力？现在的印度，与其整天白日做梦，幻想着在国际上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倒不如回过头来将自家的事情梳理清楚，整理衣衫再出发。或许只有这样，印度才能距离大国梦更进一步。